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内娱奇怪的审美，这几位男星长相一般，却总是成为主角，真奇怪。请用您发财的金手指点赞走一走，暴富到永久。上点关注下点赞，不想暴富很难办。一念关山如一阵旋风席卷了娱乐圈，观众们为刘诗诗等女演员的精湛演技喝彩，却对男主角刘宇宁的平凡外貌议论纷纷。刘宇宁站在聚光灯下，眼神中透露出些许困惑。他的额头略高，眼睛稍小，与传统意义上的男神形象相去甚远。然而，他凭借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粉丝。这一现象引发了观众的思考，在演艺圈中，到底是外表更重要，还是演技和个人魅力更胜一筹？让我们追溯时光，一同揭开这个困扰观众多年的谜题。时光倒流至2024年，青春片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如同一颗耀眼的新星，照亮了华语影坛。王大陆凭借饰演的徐太宇一角，以其独特魅力征服了无数观众。那句令人心动的台词“我让刘德华以后为你歌唱”，至今仍在观众心中回荡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青春印记。王大陆的崛起犹如一场美梦，从默默无闻的台湾演员，一跃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超级明星。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影视资源。2016年更是有幸与功夫巨星成龙合作《铁道飞虎》，之后更是连续主演多部电影。然而，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。随着王大陆不断尝试古装角色，他那标志性的大嘴巴特征和不太协调的造型开始引发争议。特别是在那些描绘绝世美男子的古装偶像剧中，王大陆的形象显得格格不入。有一幕戏中，王大陆自认潇洒地从房顶飞下，本应是英姿飒爽的场景，却因为露出的粗壮大腿而破坏了整体效果。再加上那奇特的脏辫发型，使得他的五官缺陷暴露无遗，让观众不禁质疑剧组的用意。王大陆的遭遇仿佛一面镜子，映射出娱乐圈的残酷现实。他提醒我们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里，一夜成名固然令人欣喜，但如何持续保持光芒才是真正的挑战。这段经历也为我们埋下了一个疑问：在演艺圈中，外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还是说，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？或许，王大陆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演员需要慎重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，而不是盲目接受所有机会。同时，观众的审美也需要与时俱进，不应将演员局限在固有的美型框架中。带着这些思考，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个演艺圈的谜题，看看其他演员是如何应对类似挑战的。在王大陆光芒四射之际，另一位演员程毅却在演艺圈的边缘苦苦挣扎。9年的时光，对许多人来说或许能创造奇迹，但对程毅而言，却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龙套生涯。程毅的故事宛如一曲低吟前唱的奋斗之歌。9年来，他默默无闻地扮演着微不足道的配角，坚持不懈地磨练演技。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都是他努力的见证，每一次被忽视的表演都是他成长的养分。直到程毅主演的《莲花楼》终于惊艳亮相，让观众见证了他惊人的蜕变。在这部剧中，程毅饰演的角色经历了从英勇少年到病弱医者的转变。他以精湛的演技，完美诠释了角色的复杂心理变化，将江湖侠士的豪情与医者的淡泊融为一体。观众们惊叹于程毅与搭档之间的默契配合，称赞他们是天作之合。这份赞誉是对程毅多年坚持的最好回报。然而，程毅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早期，他曾因外貌问题遭受诸多非议，有人直言他不适合当演员，嘲笑他是内娱普通男子。程毅的嘴唇比例失调，
说话时还有嘟嘴的习惯，这些都曾是他的困扰。但程毅并未被这些声音打倒，他积极改变自己，实施美白减肥计划，精心挑选最佳造型来展现自己的优势。程毅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如今的他已然脱胎换骨，在古装剧中的表现更是令人刮目相看。繁复的古装发饰巧妙地掩盖了他脸部的不足之处，再加上成功的减肥和美白效果，使程毅的魅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。程毅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在演艺圈中，外貌确实重要，但它并非决定性因素。真正的成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自我提升。同时，程毅的蜕变也展示了造型和妆容的重要性。合适的造型不仅能够掩盖缺陷，还能凸显优点，让演员更好地融入角色。这提醒我们，在欣赏演员表演的同时，也应该认识到幕后团队的贡献。程毅的故事犹如一缕阳光，照亮了演艺圈中那些默默努力的普通面孔。他告诉我们，只要坚持梦想，不断提升自己，终有一天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时间的指针拨回2024年，这一年，两位实力派演员杨佑宁和王龙华都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重大挑战，引发了关于选角的广泛讨论。杨佑宁，这位曾凭借17岁的天空一举夺得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的演员，在《上阳赋》中因年龄与角色不符而遭到质疑。剧中，他饰演的角色本应是风华正茂的少年郎，却由已经41岁的杨佑宁来演绎，这让许多原著粉丝难以接受。杨佑宁站在镜头前，内心或许充满了矛盾。他知道自己的演技无可挑剔，但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却无法掩饰。他努力诠释着剧中年轻帅气的形象，却总觉得与角色有一丝格格不入。观众们期待的是像陈晓那样具有温润如玉气质的谦谦君子，而非杨佑宁这样的成熟稳重型大叔。与此同时，王龙华在《重耳传》中的造型也引发了轩然大波。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高材生，王龙华的演技本应备受期待。然而，当他出现在屏幕上时，观众们却被他的造型惊呆了。王龙华的眼睛在浓妆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，占据了脸部大半空间。本应英气勃发的形象，却因为这个造型显得柔弱甚至女性化。当他站在王艳、张一山、林永健等实力派演员中间时，这种违和感更加明显。网友们对王龙华的造型评价颇为直接，有人用丑来形容，更有甚者戏称她为女版西门大妈。这种尖锐的批评无疑给王龙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杨佑宁和王龙华的遭遇折射出古装剧选角的复杂性和困境。它提醒我们，一个成功的角色塑造不仅需要精湛的演技，还需要合适的外形和恰当的造型设计。这一年的经历也让我们意识到，观众的审美标准与期待在不断变化，演员需要与时俱进，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需求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给予演员更多的包容和理解，允许他们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展现多样化的表演才能。杨佑宁和王龙华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，映射出演艺圈重选角与造型的重要性。它提醒我们，在欣赏演员表演的同时，也应该认识到整个制作团队的努力。或许，未来的影视作品需要在选角、造型、演技等多方面取得平衡，才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新生代演员逐渐崭露头角，其中金瀚和丁禹兮的经历如同两条平行线，展现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和命运。金瀚，这位在现代剧中以英俊潇洒的警察形象深入人心的演员，却在古装剧中遭遇了滑铁卢。当他意气风发地从房顶飞下时，那双不合时宜的粗壮大腿瞬间打破了侠客形象。再加上那奇特的脏辫发型，
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金瀚站在片场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内心或许充满了挣扎。他明白自己接戏时可能过于自信，没有仔细考虑角色的适配性。那些原本应该展现他英姿飒爽的镜头，却因为造型问题变得尴尬不已。观众们的失望和批评声像一记记重锤击打着他的自信。与金瀚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丁禹兮的崛起。尽管丁禹兮的外貌也饱受争议，牙齿不整齐，面部平整度不高，但他凭借出色的巨抛脸特质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丁禹兮深知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他不刻意追求完美的外表，而是专注于角色的诠释。在传闻中的陈芊芊和10年一品温如言等作品中，他的表演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屡获好评。丁禹兮的成功告诉我们，在演艺圈中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他没有盲目挑战自己不擅长的角色，而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。这种明智的选择为他赢得了更多机会。金瀚和丁禹兮的经历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展示了新生代演员在面对挑战时的不同态度和结果。金瀚的遭遇提醒我们，演员需要慎重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，不应盲目接受所有机会。而丁禹兮的成功则告诉我们，了解自己的优势并充分发挥，比追求所谓的完美外表更为重要。这两位演员的故事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，在这个以颜值为王的时代，演员应该如何平衡外貌和实力？观众的审美标准又该如何与时俱进？也许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优秀的外貌可以成为一个演员的加分项，但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，永远是那些能够真实传递角色情感的表演。金瀚和丁禹兮的经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们看到了演艺圈中的多样性。它提醒我们，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才能，关键在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，并在其中发光发热。同时，作为观众，我们也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欣赏不同类型的演员，让演艺圈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。时光飞逝，我们重新回到一念关山。刘宇宁站在镜头前，面对观众的质疑，内心或许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他明白自己的外貌可能不及其他演员出众，但他相信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能够打动观众。回顾这些演员的经历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挣扎、努力和成长。从王大陆的崛起与困境，到成毅9年莫一剑的蜕变；从杨佑宁和王龙华面临的选角困境，到金瀚与丁禹兮展现的不同命运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无论是通过不断提升演技，还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角色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在演艺圈中，外貌确实重要，但它并非决定性因素。真正的成功需要演员在演技、选角、造型等多方面共同努力。同时，观众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提高，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欣赏不同类型的演员。一念关山的争议，或许正是一个契机，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演员的期待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我们的审美标准是否也该与时俱进？也许未来的影视作品需要在演员的外貌、演技、角色适配性等多方面取得平衡，才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心。这个问题或许会一直伴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，需要演员、制作团队和观众共同探讨和解答。而这种多元化的探索和尝试，正是推动整个行业进步的动力。